基金史上的传奇人物彼得林奇，今年4月底接受 CNBC 专访，谈到有关2023年如何投资。彼得林奇是一位著名的投资家，他在1980年代担任富达基金的总经理，富达基金目前已更名为麦哲伦基金。在他担任富达基金管理人的13年间，使该基金的资产从 2.07 亿美元增长到140亿美元，每年平均报酬率达到 29.2%， 是当时市场平均回报的2倍多。彼得林奇著名的投资巨作《彼得林奇选股战略》以及《彼得林奇征服股海》被公认是极具价值的投资指南。他给投资人的名言是购买你所知，也就是投资者应投资他们了解的公司。投资股票应先仔细了解该公司之财报，若因某只股票上涨而买它，并不是好理由。有些公司如 IBM、谢尔斯成长放慢了，但会有新公司出现。他提到有6种类型的股票。第一种是稳定型股票，这一类型通常是生命周期成熟阶段的公司，因为没有足够成长空间而成长放慢，但这类公司大都能持续支付高股息。2023年这类型公司之代表有 3M 以及可口可乐 IBM。 第二类是缓慢增长型股票，这类公司由于规模增大而成长迟缓，规模扩大使其难以维持同比例之报酬率，这是自然现象，因为当资本额4亿时，获利 40% 为 1.6 亿，但当规模40亿时，获利 40% 等于16亿，相对较难。2023年这类公司之代表如苹果、亚马逊公司以及特斯拉。第三类是快速增长型股票，也就是林奇口中之10倍股。10倍股有5个特征： 1. 小型； 2. 成长快速； 3. 有玩偶般的名字和产品； 4. 熟死气沉沉的行业； 5. 未获华尔街的大量关注。2023年这类公司之代表如 Spotify、Salesforce、Snowflake。第4类是景气循环股，这类股景气好时大好，景气差时所受冲击也最大，如汽车、商品及运输类股。购买此类股票时机极为重要，必须知道它目前处于什么阶段。2023年这类公司之代表有通用汽车、联邦快递。第5类是转亏为盈股，这类股很难正确掌握，因为作为外部观察者，可能很难看出该公司是否已成功的转型。2023年这类公司之代表有 GE、Netflix 和 Meta。第6类是资产操作股，这些公司的资产负债表中有些市场未注意的隐藏价值，但公司可能正遭逢某种外在威胁，故投资者得以低于资产价值之价格买入股票。这类股是巴菲特成功之案例。2023年并无这类公司之代表。投资任何一类型的股票，必须了解该类型股票之特性。林奇也希望他没错失苹果的飙涨。他认为巴菲特几十年来一直回避科技股，声称非属他的专业领域，但在他的投资副手影响下，巴菲特看到了苹果的潜力，而于2016年买入了苹果公司，并使他成为投资组合中最大的单一持股。而事实证明，苹果是他最成功的投资之一，使他在短短几年内账面价值超过1000亿美元。由于苹果的忠实客户群和强大品牌效应，巴菲特目前仍持续紧抱苹果。除苹果外，林奇对没有入股辉达表示遗憾。而针对近来银行倒闭风潮，投资人担心是否会引发景气衰退。林奇表示，自2次世界大战以来，我们经历过13次经济衰退，我们也复苏了13次，也许经济衰退会再次来临。但如果这是 If this is a recession, it's probably the most predictable one ever. I never know when we're going to go. I'd love to know the future. I think it would help. I'd be a better investor. Lynch 专注于企业的基本面是否强健，以及是否可以用低于实际价值的价格购买股票，而并未投注精力去预测景气走向，因为没有人可准确预测未来的。巴菲特、查理·芒格和霍华·马斯克等人也都认同这种投资理念。投资人因投资偏好及风格不同，投资时所关注的因素也有所不同。一般而言，可分为2种策略：一是自下而上投资者，注重个别股票的基本面分析，以评估其价值和潜在回报。这类投资人，其投资通常不受整体经济状况或趋势影响。另一类则是自上而下投资者，关注整体经济和市场趋势，
以评估不同行业的潜在机会和风险。两类都有非常成功的投资者案例，关键是找到最适合你自己的风格。也有投资人采结合两种方法的策略，以获取更全面的投资视角。好了，以上就是今天的分享，欢迎留言、按赞及订阅，谢谢观赏，下次再见了。